特朗普团队计划冻结当前战线，以乌克兰20年内放弃加入北约为条件，换取一时的和平。俄罗斯能源行业受损，部分停止伏尔加格勒的运营。乌军西维尔斯克大胜，几分钟内摧毁俄75%的进攻。苏贾方向，乌军特种士兵使用 M712 摧毁俄通信塔。俄战地指挥官谎报军情，只为确保晋升。苏75首飞，俄远东神秘战机曝光。乌克兰居神1年半清除300俄兵。乌克兰预计于2025年1月底重新开放一个机场。以色列采购25架 F-15IA 战机。韩国发射弹道导弹。乌军对俄本土的打击与北约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得俄能源行业严重受损。乌克兰情报局报告称，因为无力维修受损的炼油厂，俄罗斯已经部分停止伏尔加格勒的能源行业，包括伊尔斯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2024年10月遇袭的炼油厂。按照乌克兰情报局的说法，由于北约的制裁以及没有替代的零部件，俄罗斯制造商只能为这些遇袭的炼油厂提供30%到40%的必要部件，谈不上恢复生产。事实证明，乌克兰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果的。接连不断的袭击已经降低俄罗斯的炼油能力，阻碍出口，并加剧俄罗斯的燃料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北约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制裁，避免俄罗斯通过第三方获得零件，从而削弱乌克兰的打击效果。另一边，美国又为乌俄战争带来了一丝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的团队起草了一项提案，内容就是冻结当前战线，在1300公里的前线建立非军事区，而乌克兰在未来20年内放弃加入北约，以换取和平。作为交换，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和支持，包括武器，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袭击。在非军事区派遣部队监督双方的任务也交给欧洲盟友，比如波兰、德国、英国和法国，美国不再插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个提案与当前朝鲜半岛的情况类似，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延后。乌克兰当然不会同意。10月7日，来自40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抵达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为期2天的布达佩斯峰会。这是乌俄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首次访问匈牙利。在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战争快速结束意味着损失，如果只是速度快，那么乌克兰就输了。现在应该做的是以实力求和平，并非强迫乌克兰做出让步。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火力军认为冻结战线的提案并不会执行，欧洲也不会允许俄罗斯赢得战争。前线方向，乌军在西维尔斯克获得大捷。霍尔斯克方向前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朝鲜士兵已经参战，但是在该地区的乌克兰旅长表示，俄军在该地区的进攻并不活跃。与前线的其他地方相比，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装甲车与火炮要少得多，战线的重点变成顿涅茨克。不过，这并不代表乌军也没有进展。乌克兰新闻报道称，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特种部队使用冷战时期的武器击毁了俄罗斯通信塔。报道称，乌军特种小队操纵无人机在普拉夫达与马丁诺夫卡附近精准定位俄军通信塔，并将坐标传输给边境地区的火炮小组。之后，乌军炮手使用 M777 连续发射3枚 M712炮弹，其中2枚直接命中。这还是第一次有媒体报道 M712 铜斑蛇炮弹在战场上取得的战绩。该炮弹属于冷战时期的武器，在20世纪90年代时已经从美军退役。哈尔科夫方向，乌俄继续在乌沃夫昌斯克和斯塔里察展开激战，但战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乌军在10月份已经成功夺回哈尔科夫州北部近400公顷的土地以及几片重要的地带，俄军无力继续在该地区推进。顿涅茨克方向，乌军在西维尔斯克取得胜利，第10山地突击旅在几分钟内就摧毁了俄军75%的进攻。西维尔斯克属于乌军重要的物流枢纽，也是保护莱曼和斯拉夫扬斯克的战略屏障。俄军一直想要在该地区进行推进，只是没能成功。西维尔斯克东北部的谢列布良斯基森林就是一道天然防御工事，乌军还在靠近伊万诺达里夫卡的高地部署了阵地。为了破坏乌军防线，俄军在进攻之前对斯拉夫扬斯克附近进行了导弹袭击，并对伊万诺达里夫卡附近的高地发射温压弹。一切准备就绪后，俄军120名士兵与22辆装甲车发起了大规模突击，计划以别列斯托夫村为集结地。
向伊万诺达里夫卡快速推进，夺取战略高地。只是乌军很早就发现了俄罗斯的机械化部队，并提前做好了防护措施，并没有任何损失。俄军进入打击范围后，乌军就使用自杀式无人机瘫痪俄军最前面的战车，并使用无人机投掷手榴弹对付下车步兵。另一边，俄军战车也试图从左翼靠近乌军据点，但乌军的斯塔 TP 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已经准备就绪，不断摧毁俄军战车。最终在距离伊万诺达里夫卡1公里处，俄军停下脚步。这一战，乌军摧毁了俄军7辆坦克、9辆 BPM 装甲车，消灭了俄军1半的突击部队，己方5亿人伤亡。西维尔斯克地区已经成为俄军的梦魇。乌军除了在伊万诺达里夫卡获得胜利，在西维尔斯克东北部的比洛霍里夫卡附近同样取得了胜利。相比之下，俄军的高级指挥官只想谎报军情以保证晋升，基层士兵已经成为炮灰。有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俄军在比洛霍里夫卡发动了一次失败的袭击。第123模旅的指挥官命令该旅的第1、第2和第3模步营与第4坦克营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对比洛霍里夫卡附近的乌克兰阵地发起攻击。结果就是俄军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坦克和步兵战车。对于俄罗斯战地指挥官而言，他们的任务就是制作一份漂亮的报告和地图，夸大俄罗斯在前线的进展，并将其发送给俄罗斯的高级领导层，以确保自己能获得晋升。至于俄罗斯基层士兵的伤亡与武器的损失，他们并不在乎。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韦茨表示，俄军已经向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部署大约4.8万名士兵、210辆坦克与830辆装甲车，并且还有一个空降团作为预备队，但依旧无法取得进展。托列茨克地区，马绍韦茨表示，俄军在该方向拥有2.1万名士兵，但装甲战车仅为290辆左右，其中只有50辆是坦克。装甲战车的缺少加上天气的恶化，俄军的进攻已经被无限缩小。扎波罗热地区，俄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并继续进攻罗伯季涅西北部。火力军之前说过，俄军大概率希望将扎波罗热当作突破口，就看乌军如何应对了。10月7日，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在阿穆尔河畔贡青城地区的上空发现了一架外形酷似苏75的战机，正在进行飞行测试，地点正确，外形吻合。火力军觉得这架飞机大概率就是苏75。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第2款5代机苏75已经完成首飞，这就比较尴尬了。一般情况下，新战机的首飞肯定是要广泛报道的，为什么俄罗斯选择了秘密进行？苏75是一款轻型单发战机，算是苏57的替代品。之前并未有媒体报道苏75进行过飞行实验。俄罗斯仅在航展上展示过苏75的模型，这次突然试飞，大概率是因为外形改变，测试效果。有报道称，自2021年首次展示以来，俄罗斯设计人员改变苏75的外观，增加了飞机的翼面面积。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前线出现了一位狙神，通过操作 FPV 从半空投放4公斤炸弹，在1年半内清除了约300名俄兵，比美国狙击手凯尔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击毙的255名敌军还要多。媒体表示，这位狙神名叫达克诺，今年29岁，是乌军中的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在加入乌军前，达克诺是沉迷电玩游戏的宅男，但在乌俄战争爆发后，其在游戏中的快速思考和临时应变能力得以在战场上施展。因为控制无人机同样需要快速的思考能力、敏锐的眼睛和灵活的拇指，与游戏所需的能力相匹配。同时，与其他直接部署在前线士兵的战斗方式不同，无人机操作员距离战场相对较远，安全性较高。对于达克诺来说，使用无人机远距离参战，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身临其境的电子游戏。乌克兰预计在2025年1月底重新开放一个机场。威达信集团的高级合伙人艾里森在10月7日的基辅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乌克兰的利沃夫机场或者基辅附近的鲍里斯波尔机场将于2025年1月底恢复运营。在有利的情况下，可能会有5、6家航空公司同意在1月份运营从乌克兰出发的航班。自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的所有航班就被迫关闭。2023年4月，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预测对乌克兰领空的限制可能持续到2029年。国家空中交通服务企业在2023年表示，乌克兰领空将于战争结束后重新开放。不过，民用客运和运输航班是否恢复，主要取决于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这主要以乌克兰防空系统的使用范围以及敌人的打击能力评估。即使是战争结束，这些条件依旧如此。所以，仅有乌克兰对自家领空安全的认可还不够，还需要说服国际监管机构、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想要完全开放民用飞机的空域显然是不现实的。不过从技术角度来看，可以选择部分开放，比如推出单个机场和少量不定期货运航班，借助某些航线上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确保飞行安全。除了保证安全之外，乌克兰还需要解决保险的问题。根据国际规则，航空公司无权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运营航班，不仅涉及为乘客或货物投保，还包括飞机坠毁，比如在城市中心损毁可能造成的损失。空客320和波音737以及小型客机需要至少7.5亿美元的保险。据综合媒体报道称，拉夫罗夫将于12月访问马耳他，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据悉，欧安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预计将于12月5日至6日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计划成功实施，将是自2022年乌俄战争以来，拉夫罗夫首次访问欧盟国家。毕竟，自战争开始后，欧盟曾对拉夫罗夫实施了个人制裁，禁止其进入欧盟国家。当时马耳他也对俄罗斯航班关闭了领空，但现在马耳他大使馆以及欧安理事会适用于所有成员国为理由，允许俄方参加。据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本月安理会主席芭芭拉·伍德沃德表示，英国宣布在乌俄战争第1000天之际召开安理会会议，会议于11月18日举行，将由该国外交部长戴维·莱米主持。他表示，英国将利用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机会，揭露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以其罪行。根据法新社报道，2011年德国暂停了义务兵役制。不过，自乌俄战争爆发后，德国开始大力征兵，但在2022年，德国仅招募了18775名新兵，到了2023年，也只招募到18802名。由于无法招募到足够多的士兵，德国于今年10月6日批准了一项新征兵模式方案。根据该方案，所有满18岁的德国公民，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收到一份调查问卷，询问其是否对参军有兴趣以及身体的各项素质。其中，男性必须上交调查问卷，女性则是自愿上交。征兵处将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来选拔新兵，新兵的初步服役为6个月，有兴趣者可自行选择延长。按照这项方案，德国将每年增招5000多人，未来还计划扩大这一数字。不过，这项方案还需经德国议会通过，方才能正常实施。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加兰特自述了被解职的3条原因。首先，他的征兵政策与内塔尼亚胡不合；其次，他坚持解救被扣押人员，但内塔尼亚胡坚持以炮火回应；最后是他强调要查明去年10月7号事件的真相，但内塔尼亚胡却不在乎。然而，即便以色列高层发生变动，其仍未停止对真主党的进攻。11月7日，以军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个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军称，真主党利用该地区进行监视活动，并向以色列境内发射无人机。此外，以军还在加沙南部地带摧毁了2条总长度超过2公里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包括2个出口竖井，其中一些被安装了爆炸装置。以军还在隧道内发现了武器。与此同时，美军也再次向中东地区增派了多架 F-15E 战机，目前这些战机部署在约旦附近。此外，据相关媒体报道，西班牙拒绝了2艘来自美国的货船在该国阿尔赫西拉斯港口的停靠请求，原因是这2艘货船为以色列装载武器。根据西班牙外交部此前声明，不会向以色列出口武器，也不允许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船只停靠在西班牙港口。另一方面，据媒体报道，11月7日，以色列对外宣称将向美国采购25架 F-15IA 战机，总价值约52亿美元。此外，该合同还包括额外采购25架战机的选择权。F-15IA 机由 F-15EX 改进而成，是专门为以色列空军研发的定制版战机。在设备方面，其配备有 APG-821 主动电子扫描雷达，能精确侦测海陆空目标并持续追踪，还配备有被动主动预警生存系统，可在多种环境中提高生存能力和作战效率。同时，其先进的数据链还能够与包括 F-35在内的其他平台进行有效的消息交换，从而使其具备全面的信息优势。在武器方面，拥有12个空对空和15个空对地武器挂架，可为不同的任务要求提供多功能火力。在其他方面 ，F-15IA 的飞行寿命高达2万小时，远超 F-35A 和早期的 F-15。另外，自1970年代以来，以色列空军就开始驾驶 F-15，在操作方面可谓是轻车熟路。因此，待这批 F-15IA 交付后，以色列空军的战力将大幅提升。不过，这些 F-15IA 必须等到2031年才开始交付，之后每年会交付4至6架。
另据战区报道，除 F-15IA 外，以色列还向美国采购了一批 AIM-120C8 导弹以及 M61A 机炮。根据自由时报报道，11月7日，韩国陆军导弹战略司令部在中青南道泰安郡安兴地区的一座发射场发射了一枚玄武2系列弹道导弹，该导弹飞行约200公里，精准打击了海上目标。另据美联社报道，11月7日，韩国海军远航训练舰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将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预计于10日离开。在此期间，韩国军舰船员将会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演练。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钟古元也登上了韩国独岛级2栖登陆舰马罗岛号，并与船员们进行交流。有媒体表示，这是日本防卫大臣首次登上韩国军舰，这似乎意味着日韩高层正在尝试进行深度合作。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此前美国海军提出一项计划，对1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进行延寿升级，使其至少服役到2030年。但在实际操作中，舰艇的翻新成本不断增加，导致整体工程出现延误，再加上舰体日益恶化，美国海军决定重新评估这项延寿计划。2022年，美国海军以舰体老化不可逆等原因，打算在2027年前将所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退役。但据战区近日报道，美国海军发布了新战略，修正了这一计划，将在2026财年至2029财年间对3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船体、机械工程、战斗系统进行升级，使其寿命延长10年。这3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分别为葛蒂斯堡号、长金号以及圣乔治角号。媒体表示，美国海军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新一代军舰迟迟未确定，因此必须确保这些老舰艇可继续使用，以维持现有的海军战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是美国第1代神盾军舰，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空中和指挥控制平台，其配备有122具 Mk41垂直发射单元。相比之下，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则没有这么高的载弹量。Flight 1型和 Flight 2型仅有90具 Mk41，即便较新的 Flight 2A和 Flight 3增加到了96具，也仍比不上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目前，美国海军正在打造阿利伯克级的继任者，现称为 DDG。但第1艘原型舰预计要到2032年才完成。与此同时，美国星座级巡防舰也遇到了成本增长、工程延误等诸多问题。综合多种因素，美国海军还在上周宣布要将早期版阿利伯克级 Flight 1延役至2030年，以维持整体战力优势。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家航天总署与洛马公司正在合作生产一架 X-59实验机，代号为 Queen SST。X-59实验机全长约30米，宽9米。在外形方面，其拥有非常长的鼻锥，几乎占整个飞机长度的1/3，旨在分散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震波。另外 ，X-59的驾驶舱也别具一格，其没有采用传统座舱设计，而是将驾驶舱安置于飞机的中部，并移除了挡风玻璃。驾驶员主要通过如高解析摄影机与超高解析屏幕等外部视觉系统来获取视野。在动力方面，其采用 F414G100发动机，速度可达1.4马赫。这是超级大黄蜂战机发动机的定制版，它安装在机身顶部，主要是为了确保机身底部平整，有助于防止超音速飞行后产生的冲击波扩散。另外，飞机的其他部件也借鉴了其他战机的技术，例如飞行员座椅的座舱盖和零件取自特38教练机，起落架则取自 F16战机，生命维持系统则由 F15战机改造。目前 X-59已在洛马的抽鼬工厂进行了首次运转测试，旨在检查其动力系统在首次起风使用后是否会出现漏油或运转不顺等异常状况。同时，这项测试也在确认飞机的各个系统能否在依靠自身发动机提供能源下进行协同工作。另外，按照美国国家航天总署的说法 ，X-59后续的测试将在16000米的高空进行，届时将通过多次高速飞行来收集相关数据，从而了解如何将超音速飞行产生的音爆影响降至最低。根据越南媒体报道，10月6日，越南飞行员驾驶一架雅克130训练机，于当天9时55分在平定省富集机场起飞训练，但在训练即将结束时，飞行员表示无法放下起落架，采取应急措施后仍不能解决问题，随后飞行员选择跳伞，飞机最终坠毁。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接下来乌俄战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